朱先生啊，这江先生，我那几个儿子不知道犯了什么忌讳，一夜之间双目失明，万事不遂。请问你有逆天改命之能，所以才会斗胆来请。张先生，家父得了一种怪病，在他昏迷之前交代我一定要将您请回去。他说这个世上只有您能救他的命。江先生，我答应过魏老太爷，待他死后会亲自庇护魏氏一族度过4劫。此次入世，只为和魏家之约。4位，还是另寻能人吧。江先生，听说魏家去年扩建庄园，强行拆了一座古庙。打那以后，魏家就连遭恶境，每月都有族人意外死亡。是啊，2位老爷子祭礼都没有时间操办，硬生生拖到今天。一个小小的魏家，竟然能请到江先生出事，反倒是我们。喂，赶快通知魏家，就说我王鹤鸣亲自去祭拜魏老太爷。对，这3个老贼肯定也想到去魏家挖墙脚。自从老爷子去世以后，我们魏家就越发的倒霉，就连大少爷也摔成了植物人。好在老太爷生前留下了这盒子，说是在他死后100日打开，能救我魏家于水火。爸，今天是爷爷的100日祭礼，可以开盒了。祭礼当天，会有贵人带着契约来到魏家，对方有通天之能，得其相助，为我们魏家逆天改命，昌盛100年。逆天改命，那我儿子岂不是还有机会醒来？绝不灭我魏氏一族啊！家主，门口来了位姓江的先生，说是要来祭拜一下咱们的老太爷。来祭拜爸的，肯定是爸说的贵人。我们魏家有救了，有救了！本部下去，所有人谨言慎行，按最高规格接待贵人。快带我去接待贵人。喂，你说什么？省城4大家族要来祭拜老爷子，还有半个小时就能到。4大家族那可是个个能一手遮天的大人物啊！我们魏家只是倾城的首富，怎么会惊动了他们呢？莫非？难道他们就是爸说的贵人？那个来祭拜的江先生是什么情况？大概20来岁，穿着朴素，用块黑缎蒙着眼睛，应该是个瞎子。哦，对了，他是坐出租车来的。能让爸重视的人，定然非富即贵，不可能是个坐出租车来的瞎子。不错，爸说的贵人就是省城4大家族。立刻准备最好的茶水，我要亲自到门口迎接。哦，至于那位来祭拜的瞎眼先生，佳怡，你赶紧去把他打发走，别冲撞了贵人。快去！知道了，爸。走。4大家族的贵人马上就到了，我得赶紧将那位江先生送出去。人呢？管家说就在这儿啊！
幻觉，这一定是幻觉。啊，好痛，是真的。所以你刚刚真的是咻的一下，凭空出现的。黑段蒙野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受魏老太爷所请，替你们魏家破解劫难之人。什么？你是爷爷请来的人？那刚刚突然来祭拜的四大家族是？会有贵人带着契约来到魏家，对方有通天之能，为我们魏家逆天改命，长生百年。凭空变物，这难道就是爷爷说的通天之能？契书是真的，看来江先生才是爷爷说的贵人，那爸岂不是弄错了？四大家族并不是爷爷请来的，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爸。江先生，您先随我去钱塘休息。江先生，您先在这儿稍作休息，我爹他在接待今天来参加祭礼的客人，我这就拿着契书去找他。妈，小心点儿！这种提心吊胆的倒霉日子，我真是活够了。刚刚那一跤差点摔死我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坐在这里？这里是招待贵客的钱塘，摆放的都是贵重古董，是谁把它放进来的？夫人，她是佳音小姐带过来的。佳音不是去打发那个廉价布料，蒙着黑缎。你是那个坐出租车来祭拜老太爷的瞎子。瞎子，天命难改，若非我以自身为媒，闭目百日，答应魏万军。放肆！你也配直呼老家族的名字？你就任由一个外人坐在钱塘，这满屋子的古董瓷器磕了碰了是小，万一冲撞即将到来的四位贵人怎么办？一身穷酸晦气，还不赶紧把他弄走！江先生是吧？你来祭拜爷爷的心意魏家礼吧。这是500块，就当是给你打车来路费，拿着钱赶紧离开。嫌不够，你还真是不知足。拿着1000块，赶紧从后门离开，别冲撞了贵人。有你们这群后辈，难怪魏家会衰败至此。魏万军难道没有告诉过你们，今日会有贵人登门，替你们魏家逆天改命吗？你该不会想说，你就是老家主请来为我们改命的贵人吧？你们魏家去年扩建山庄，强拆了一座古庙，自此便厄运不断。若非魏万军三跪九叩上天山，求我出世，救你们魏氏全族性命。咱家好像就是因为拆了一座古庙之后，才开始灾祸不断的。他该不会真是？不可能啊！他要是你爷爷指的贵人，那省城四大家族怎么可能不请自来？我记得你爷爷跟那位是有契书的。既然你说你就是老家主三跪九磕请来的贵人，那就把契书拿出来吧。契书不在我手上。拿不出契书，你果然是个……若不信，去问你的长女便是。魏氏全族若想活命，即刻准备紫檀珠7749件，龙凤白蜡49只。你说什么？价值100万的紫檀珠，你要49件？龙凤白蜡更是价值连城，你连契书都拿不出，张嘴就要价值10几亿的好东西，你疯了吗？若要给魏氏一族改命，缺一不可。装，
你一个连契书都拿不出来的家伙，还跟我装，也不看看自己那副穷酸样，一个死瞎子哪来的胆子？无知。这壁画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落下来？刚刚我好像看到。无知。不会的，肯定是我想多了。怎么可能他打个响指，妈就被壁画砸烧？既然你们有眼无珠，不识正主，那我与魏万金之约定便就此作罢。从此以后，你们魏家生死与我无关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们来的正好，这个姓姜的瞎子大言不惭，冒充老爷子请来的高人，还要骗走我们魏家剩余家产。你说你就是老太爷为我们魏家请来的改命高人？刚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哼，笑话！那位高人可是手眼通天，无所不能，而你衣着廉价，有个黑缎带蒙着眼睛的一个瞎子，你说是就是啊？真把我们当傻瓜是不是？跟他废什么话？敢在老爷子祭礼上冒充贵人，就该打断他的腿！干什么？妈，算了吧，我总感觉他算什么算？今天要是不给他一点教训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我魏家冒充行骗了。省城来的4位贵人马上就到。今天你该庆幸的是，老太爷的祭礼不易见血，但终归是冒犯了老太爷。去祠堂，老太爷上炷香，磕头赔罪，这样此事方能结果，否则……敢让我磕头上香的，你倒是第一人。只怕这香我上了，你们魏家没命承受得。好大的口气！我魏家是一世首富，别说让你给老太爷上香赔罪，就是让你3跪9叩喊祖宗也受得起。你笑什么？笑你们愚蠢且自不量力。这天底下能承受得起我江陵上香的不过有2，我的香只敬天，只供地。而你们魏家，只怕你们上下5000年祖宗积的德加起来，也不够我一纸香火。一个瞎子，大言不惭！要不是今天是老太爷的祭礼，又有4位贵人要来魏家祭拜，别说让你上香赔罪，就是割你一块肉给老太爷赔罪又如何？我看到了，是他，真的是他。我们魏家受不受得起你一炷香，那是我们魏家的事情，反倒是你敢冒充高人，跑到我们魏家大放厥词。我让你给老太爷上炷香赔罪，难道你就不肯吗？你是要代表魏家家主，替魏家的生死做决定吗？对，妈，刚才江先生不是说佳音带着七叔去找爸了吗？要不我们等爸回来。就
赔罪这点小事儿，我这个魏家夫人做不了主吗？要么给老太爷上香赔罪，要么就别怪我们追究你冒充治罪。可以，那我便送你们魏家半根香火，但愿你们别后悔。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那位蒙着黑斑的江先生，才是爷爷请来给我们魏家改命的贵人。你说什么？江先生是我们家的贵人？那不请自来的沈城四大家族？此事当真？江先生竟有如此能耐？千真万确。这是他给我的契书，上面还有着爷爷生前的亲笔签名。看来我真的是搞错了，我差点把真正的贵人拒之门外。哎，快带我去见江先生！快！妈，要不这样了吧？刚才你被壁画砸破头的时候，我看到了。算什么算？是他说来祭拜老太爷的，怎么上根香未必赔个罪而已？我堂堂一世首富，连这个都承受不起。江先生他很有可能就是什么事？一个来骗钱装逼的穷酸瞎子而已。赶紧给老太爷上香，我倒要看看我魏家承不承受得起。香一上，魏家祖宗将永世不得安宁，魏氏一族也将迎来灭门之祸。你们确定要让魏家落得家毁人亡的下场吗？无知。不行，他很有可能就是爷爷请来的贵人，我得赶紧去找爸。他永世不得安宁，还必死无疑，你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老爷子请的四大贵人马上就会到魏家，等贵人破解了魏家的结束，我们便是站在最顶层的人上人。我也是好奇呀，这一炷香能有多大的威力，能搅得我们魏家不得安宁？还不赶紧上香给老太爷赔罪！快上香，跪下给老太爷赔罪！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上啊，上啊！我倒是想看看这香一上，我们魏家怎么就必死无疑？对，上啊！快上啊！上香！上香！那就如你们所料。前面。瞎子，不是说你上根香，我魏家会大难临头吗？现在香已经上了，大难临头呢？家毁人亡呢？在哪？来人，把这个危言耸听的瞎子给我！怎么会这么大动静？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？果然是我想多了，这肯定只是巧合。
江已然，你们魏家自求多福吧。江已然，魏家永世不得安生，魏家家破人亡，爸怎么办？肯定是江先生说的话要灵验了。什么灵验？大嫂，不过是巧合。今日挨着寒手，受到地震余波又不是什么稀奇事。就这点小动静，还想吓唬谁？够了！什么巧合？刚刚佳怡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江先生就是老太爷请来的贵人。你这个蠢妇竟敢让江先生上香赔罪，你疯了不成？我疯了？明明是你们都被骗了！他一个浑身穷酸气的瞎子，怎么可能是爸请来的能人异士？更何况，妈，你别说了，江先生我爷爷的亲属，不信你看。什么狗屁气数啊！现在造假还不简单吗？他刚刚说的那些狠话都是放屁！是说的，还什么魏家上下5000年祖宗的功德加起来都承受不住你一支香。他香已经上了，对魏家的报应呢？后果呢？我通通都没看到。别醉了，醉了，都醉了。怎么会？怎么会这么起来？魏家先祖们的牌位好端端的，怎么会被雷劈碎？妈，刚刚动静那么大，你说是因为受到海省地震余波的影响，但现在我们魏家的牌位都被雷给击碎了，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巧合吗？妈，求你能不能不要一错再错了？江先生他就是爷爷请来的贵人。我贵人把的嘱托归对魏家先主啊！你这个蠢妇，都是你干的好事！以后我再跟你算账。江先生，我是遵老爷的遗嘱，等候你已久了。我太太无知，犯了大错，我当然给你道歉了。求你能不计前嫌，救我魏家于水火啊！救魏家于水火啊！我早就告诫过你们，我的香只敬天，只供地，是你们非要自寻死路。如今恶果已现，魏家我渡不了。什么已成定决？就算你真的是老太爷请来的贵人，上根香而已，怎么就设计生死了呢？我看你就是虚张声势。死尸斑已现，魏家必死无疑。什么？死尸斑？
这江一山，我魏氏先祖有时不得而已，而我们也必死无疑。这竟然是真的，是真的！苍天呀，我都做了些什么呀？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。这40万，这肯定是他为了吓唬我们编造的手段。蠢妇，到了现在你还执迷不悟，又不是你自作主张让江先生上将，我魏家何至于如此被动？跪下，给江先生赔罪！大婶子，跪下！再怎么说，我也是堂堂魏家主母，怎么可能跟一个瞎子下跪道歉？而且，他是不是为了……快了！江先生，我知道你手眼通天，有逆天而为的本事，你就饶恕这个蠢妇的冒犯之罪，出手救赎一下我们魏氏族人的性命吧。请江先生出手，救我魏氏一族性命！晚了。是错觉吗？他刚刚一挥手，魏家死局已定，方知后悔，未免可笑。你们魏家准备后事吧。老公，家主，你别吓我！魏家真的要亡在我的手里吗？看在我与魏万军有一纸之约的份上，给你们魏家几句忠告，或许可以给魏家留下几条血脉，身负功德方能圆满。你们魏家的功德方才已被我一纸香火所冲散，但若散尽万贯家财，从此粗衣立食，或许可以给魏家后辈多几分活路。散尽家财，这怎么可能嘛？我魏家可是青氏首富，市值数亿，你疯了吗？让我们捐掉数亿财产，住出租屋，吃糠咽菜，不可能，我不同意。我明白了，我全都明白了。老公，快进来。刚刚那些动静，都是他吓唬人的手段。他肯定是想谋取我魏家数亿财产，才编造出那种谎话。妈，张先生他没有，张我嘴闭嘴就是恶果。我们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？4大家族的贵人马上就到，我就不信了，上根香而已，你还真能把我们魏家怎么着？不知所谓。既然你们不舍这些身外之物，便好自为之吧。江先生，这江先生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才一会儿功夫，我们手上的黑斑又多起来了。若真听江先生所言，魏家散尽家财，那跟家破人亡又有何区别？魏氏一族绝不能毁在我的手里。妈，江先生他真的会骑术，你就不应该把他逼走的。我把他逼走？
分明是他妄想骗走我们魏家万贯家产，还想让我们将数亿资产捐给他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这个钱是买我们魏家命的。家父，夫人，四大家族的掌门人都来了。省城四大家族来了。老公，也相信我的判断，这才是我们魏家的贵人。事已至此，我们魏氏一族的传记就托付给省城四族了。你们随我一起去接四位贵人。四位贵人驾临魏家，令寒舍蓬荜生辉。我们路过清市，据说今天是魏老太爷的祭礼，我们就顺便滚上个香。听说江先生的魏家难道他不在，我们怎么挖墙脚呀？跟着我们，吸收我们，我先大一点，让我先挖。你才66岁，儿子死了可以再生了，我们孩子没了，那是我不孝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先挖，我先挖。我们魏家等候您四位多时了。您是不知道，刚刚有个坑蒙拐骗的瞎子，他冒充是老太爷请来的贵人，还想骗走我们魏家数亿家产。他已经被我赶走了。现在您四位来了，我们魏家就安心了。瞎子。冒充，这个该不会是江先生啊？等等，我们来了，魏家安先生。你们四位不是老太爷请来给我们魏家破除劫难的贵人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们替你们魏家破解劫难啊！你疯了吧？我们分明是来挖江的！哈哈哈！这！我们听闻江先生才是魏老太爷请的贵人。你说什么？你们四位不是老太爷请来帮魏家的？魏夫人也太会想了。我们来魏家，就是想把江先生给这死人嘴，别说了。那个，我们听说江先生有逆天改命之能，所以我们前来看看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不是爸请来帮魏家的，那个瞎子才是。可是他张嘴就要49条紫檀珠，还想骗走魏家数亿家产。这样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是？既然是替图改命，那怎么会没有代价呀？一群蠢货，贵人进门都能被逼走，你们魏家也真对得起此前的老太爷啊！老魏家自作孽，你激动什么劲儿啊？他们把江先生彻底逼走了，那不便宜我们4个人了吗？江先生才是老爷子请来的贵人，但我们之前逼他上香，对他不敬，家属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魏家即将担难临头了，怎么办呀？不会的，什么魏氏一族必死无疑，这都是他的夸大说辞。我就逼他上个香而已，怎么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？到了现在，你还死不悔改呀！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家父得怪病之前，曾经跟我说过此病症，每个人德行福报都是有定数的，
此类黑斑长满全身之际，便是功德散尽之时，到时候此人必死无疑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让你不要去逼江先生上香，你偏不听我的。现在好了，魏氏一族都被你给毁了！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，他真是爸请来的贵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想死，我现在就去找江先生道歉，我去求他。江先生刚走，肯定还没有走远，现在出过去道歉，肯定还来得及。不行，魏家去求原谅了，那还有王家什么事儿？等等，你们不能去。孙家主，你这是何意？魏家主，是这样的，这求人办事呢，必定要付出代价。既然你们魏家把江先生给得罪了，那仅凭几句道歉的话，似乎不能挽回。对，不如准备好千里，方献诚意，方献诚意。对。家主，孙家主说的不无道理呀。江先生走之前说，魏家自求多福，怕是寒了心。我们空着手去，确实不好啊。对，马上准备。49件指南珠和49件龙凤珠，明天一早我要见到监理。是。等到明天，可就没你们什么事儿了。喂，什么？家里的煤气管爆了！该死的，一个没注意被老王这个小瘪三抢先了。魏老弟，魏老弟，家里着火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我家的热水管也炸了。魏家主，我家着火了，告辞。哎呦，我家也是的。等我，魏家主，不用送，魏家主，他们4位怎么乖乖？越公平竞争，不是发生掉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煤气管爆炸？老王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公平挖墙脚，你怎么还在成本了？老孙，有话好说，你让我先出去。我的3个儿子双目失明，半身不遂，我这个当爹的救子心切，你就可怜我这个老头吧啊！儿子死了可以再生，我的老父亲重病等医呢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！不能讲！郑先生，郑先生，请留步。魏家有眼无珠，不是真人，冒犯了您。可我王家是有诚意的，我儿子情况紧急，还望江先生能出手相救啊！是啊，江先生，我知道您避世多年，不愿意插手俗事，但是家父昏迷之前，指名道姓说只有您能救他一命啊！求江先生出手相救啊！世间结束皆有定论。犯因便得果，魏家去年强拆古庙是因，家道败落是果。我插手魏家之事，已是破例。至于其他，恕我无能为力。江先生，江先生。既有逆天之能，这天地间便没有先生您做不到的事情。我王鹤鸣斗胆，恳请江先生救我后人一命。求江先生出手相救呀！都起来吧。生死由天定，并非我不愿出手相救，而是这代价，你们4族未必承受得起。承受不起代价？江先生，敢问救我那3个儿子需要承受什么代价？
2月之前，你那3个后人回老家祭祖，回来的时候遇塌方封路，被困于山区，在一处木屋休息了半日。走的时候，带走了一尊木质铜像。自那以后，他们3人便双目失明，半身瘫痪。哎呀，先生果然能耐非凡啊！事后我也察觉到了那木铜像的怪异，便将其烧毁。可我的3个儿子却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啊！冒犯了不该冒犯的，并不是你所能解的。这可怎么破解？我可以出手，帮助你们其中一人。谢谢。若想破除劫难，一需闭门100日不出；2需捐出数亿家财，这些你们可能接受。捐出数亿家产？江先生啊，这数亿家产，那具体是多少啊？对，或许是你们家族的半数，或许是全部。什么？江先生，这捐出1半或者全部家产，这闭门100日不出，这倒是小事。但是捐出家产，我只帮助你们其中一族，你们有1天的考虑时间。明日5时，西街3号，过世不候。江先生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请江先生出手呢，代价极大，但是要散尽1半或者全部家产，这谁能承受得了啊？这不是让我老孙家破产败落吗？而且江先生能耐，我们也是听父辈所闻，未曾亲眼目睹呀。你说如果赌赢的话，这就说亲人还好；如果赌输的话，再说了，家父年事已高，若是为了救他，导致我孙家破产败落，唉。但若眼睁睁看着家父被怪病折磨致死，我这良心也难安啊。不是还有魏家吗？魏夫人强迫江先生上香，香一上，魏氏一族必死无疑。等今晚我们看看魏家的情况，再做打算也不迟。没错，看看魏家的下场，再做决定。立刻派人给我盯紧魏家。家族出大事了！4月9见紫檀族跟龙凤白蜡量太大，青石白外行没有现货，已经临时从省城去调了。别找之前，应该要凑齐，越快越好。好。 49件紫檀珠和龙凤白蜡价值上亿，我们就是去道个歉，真要准备那么好的东西？全赌！要不是你自作主张逼走了江先生，我们魏家何至于如此败斗？都怪你！我也不是故意的，谁让他没事蒙着挂黑段，害得我以为他是个行骗的瞎子，而且。 我让他上香也没什么错，是他自己说来给老爷子祭拜的。你到了现在，你还在给自己找借口啊！爸，你对我发这么大火干什么？我都说了不是故意的，更何况白天死的那个族人，检查结果不也出来了吗？这明明就是心肌梗死，根本就不是那个什么黑斑变不全身而死。 江先生就是个有能耐的高人，又不是什么神仙，哪有那么可怕？不好啊！不好啊！什么不好了？我魏家好得很。什么事啊？至于这么慌张？是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医生给大少爷诊的时候，一个电话给打扰。
幸好他没有把针管空气流到血管里，等医生发现的时候，少爷已经不行了。报应，这就是孟凡江先生的报应吧！我愧对魏家，愧对自联合。这个医生到底是干什么治的呀？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啊！我的儿子！夫人，妈，怎么会这样？好端端的，医生怎么会忘记拔针管？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死了，我还怎么活？我不行，儿子都那么听话懂事，他怎么会死了？他怎么又这样死了？不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！夫人，妈，大嫂，你怎么样了？快，我大嫂心脏病发了，快去他包里把所有证据文拿出来，快！撑住！不要，大嫂，下边，我好痛！大嫂，少夫人，大嫂，出什么情况？这不是苏小救亲我，大嫂，你醒醒啊，大嫂！子怡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二长主，哥死，二嫂也死，二叔公也出事了，这难道就是江先生说的报应吗？江医生，魏家祖宗将永世不得安宁，魏氏一族也将迎来灭门之祸。全都灵验了，难道这真的是我错了吗？我的手，医师，快叫家里的医师啊！家主，医师失职，还大少爷意外身死，我已经给他赶出魏家了。没有，这就是江先生所说的天意难违。我们魏家承受不起他那一种降火。家主，魏氏一脉不能绝火，散尽家财也要保住魏家，保护好我们。二大叔，二老爷，二叔，二老爷，二爷，二老爷。二爷，来了，报应真的来了，魏氏一族必死无疑。都怪你，都是你非要逼江先生上香。本来我们魏家可以破除劫难，重回巅峰，你非要逼走我们魏家的贵人，你是个罪人！哎呀，够了！
你现在还不够乱吗？江先生离开之前，给我们魏家留下2句忠告。你们魏家的功德，方才已被我一纸香火所冲散。但若散尽万贯家财，从此粗衣立食，或许可以给魏家后辈多几分活路。从江先生离开到现在，不到短短4小时，我们死了4个人。钱财没了，我们可以再赚，可是人若死了，便再也无力回天呐。所有魏家族人立刻清点名下资产，连夜掘进贫困山区。家主，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对，不仅有这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拿出2成，不，1半，所有人都拿出1半的资产，等熬过今晚，我们再去求郑先生破除劫难。凭什么挣出1半的资产？我不同意！你不同意？要不是你自作主张逼迫江先生给祖先上香，害得家主大难临头，我何至于毁掉魏家的100年基业？今天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捐出1半家产，要么滚出魏家。爸，就听妈的话吧！难道你非要等到魏家大难临头了你才甘心吗？行，我去。这是结婚纪念日那天他送我的项链，有纪念意义。不行，不能捐它。这可是婆婆送我的传家玉镯啊！不行不行，也不能捐它。都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珠宝，凭什么因为那个瞎子一句话就要捐掉1半？给我准备一批高仿的假珠宝送来魏家，要快！什么散尽家财才能活命？我就还偏不信那个邪。都清点好了，这里确定是你们名下至少1半的资产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关乎自身性命，但不要耍小聪明。家主，我的1半资产都在这里。我也是。反正都是捐给贫困山区的东西，是假的又能怎么样？反正没人知道。连夜将这些财物捐进山区，快去！快去呀！不，不要杀他！爸！我费尽千辛万苦，江先生请到魏家，可是你一句话就断送了魏家的生机，让魏家的祖家们永世不得超生。我今天就是来接过你的，为魏家的祖家们赔罪。不！我是我的错，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爸，不要杀我！爸，我明天就去找江先生道歉。我的腿好痛啊！
道一切都是假的，只是一场梦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魏家的功德，方才已被我一纸香火所冲散。但若散尽万贯家财，从此粗衣立食，或许可以给魏家后辈多几分活路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关乎自身性命，但不要耍小聪明。给我准备一批高仿的假珠宝送来魏家，要快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我又错了，是我自以为是，得罪了江先生，害了自己。我不想死，救救我！夫人头部失血过多，缝了7针，双腿受到重创，怕是要终身残疾了。残疾？不可以！老公，我可是魏家的主母，怎么能是个残废？双腿残疾，你就受不了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昨天短短1晚上，我们魏家死了8个人，死的那些人都和你一样送假珠宝，滥竽充数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找江先生。对，我去求他，我去跪地给他磕头。他那么物质爱财，只要我们魏家给他足够的好处，他一定会出手相救的。家主，只要我们能取得江先生的原谅，魏家便还有转机。我担心江先生有的不是这些。怎么会？他昨天一进门，张嘴就要49件紫檀珠和龙凤烛。如今我们千里已经备好，只要带着东西去找他，他肯定会心动的。但愿如此。立刻准备好千里，随我去西街，跪求江先生原谅。刚刚医师给我来信，说我那3个孽障的病情又严重了。我总共就这么3个儿子，可万一他们都愁死我了。可是江先生出手的代价太大了，一旦失误，那我们老隋家在省城就被除名了呀。难道这世上除了江先生，就没人能救我们死族了？是我，魏家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你说什么？死了12个人？那现在魏家什么情况？情况怎么样了？老王，你快说呀！你说呀！魏家昨晚连夜捐赠半数资产，可有些族人不听忠告，低价乱真。那些自作小聪明的族人，非死即残，无一逃脱啊！救些人之能，竟恐怖如斯啊！短短1天时间，魏家便落败致死，那我们4个怎么办呀？江先生可是说给咱们1天考虑时间。救人固然重要，但请江先生出手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他不仅要求我们闭门百日不出，还要捐出万贯家产。这，即便是我同意，那家父也会死不瞑目的。我这倒是得不偿失呀。既然如此，那求江先生出手的机会就让给王家吧。老王，
我们3家商量过了，这个机会让给你最合适。你年事已高，而且3个儿子也都半身瘫痪，如果这要是死了，那可是绝后的大事。对。可之前你不是说儿子死了可以再生吗？王兄，不孝三，无后最大呀！赶紧去7月3号救江先生，出手救命吧！快去！这江先生出手的代价太大了，稍有不慎便会倾家荡产。老王财大气粗啊，让他往咱们打个透彻。这江先生不是说他只会出手救1人吗？这个机会可是千载不会了，我就不信到时候江先生见死不救。3年前，多亏先生屈尊指点，我才有幸做到今天的位置。这是下面人孝敬我的100年好茶，还望您别嫌弃。这茶司长一直没舍得喝，竟然是送给他的。这江先生看着不过20出头，竟值得司长如此重视。岭南金叶倒是有心了，放下吧。他一个瞎子是怎么看出这是岭南金叶的？有什么话便说吧。我还有一事相求。东省那边发现了一座洞穴，这里面发现有大量的藏宝。可奇怪的是，管辖这件事的负责人都相继失踪。如今这事儿落到我的头上，我心里实在难安，请先生给我指条明路。你倒是会求人，恳请江先生指点。3年前，你得罪京都大佐，走投无路，求上天山，我破例为你指了条明路。如今你已身居高位，是不该再来求我。是我冒昧来访，扰了您的清静，我这就离开。裤子里的物件都脏了，看不到吗？是我眼拙，我这就替你擦干净。还愣着干嘛？我打盆水来。这还是我认识的司长大人吗？他竟然要屈尊擦桌子。好了，既已身居高位，又何必亲自做这些？东省确实出了一批宝藏，但那里有你们不能染指的东西，去之必死。难怪接手的人都一去不回，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先生，这件事关乎我的前程，推脱不了。敢问先生可有破解之法？背笔墨。是。既然你非去不可，那我便赐你3次死中求生的机会。将此物贴在胸前，遇到危机之时，默念呻吟，可隐蔽身形30秒。隐身30秒，这怎么可能？大人这种级别的存在，肯定不会相信这么离谱的骗术吧？谢先生赏赐。不是，司长，这种话你也敢信？回吧，先生告辞了。秦司长，您不会真相信江先生说的那些话吧？这死中求生，隐蔽身形30秒，这一听就是骗人的呀！你闭嘴！江先生乃世外高人，他的能耐你根本想象不到。这种不话，
以后不要再说了。世外高人，司长被骗得不轻啊！老公，我知道江先生有能耐，但再怎么说他也是普通人。只要咱们魏家出手大方，他肯定能给咱们一个台阶下的。 49件紫檀珠和龙凤珠，魏家都已按江先生的要求备好，价值上亿的千里，我就不信他能无动于衷。怕的是，江先生要的不是钱财。他在魏家张口闭口就是钱，甚至因为咱们满足不了他的物欲，就咒我们家破人亡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要钱？老公，你就是太……你怎么了？老公，你看那个是不是京都才上任不久的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没想到我魏家今日还能遇到此等大人物。你好，秦师长，我是魏家家主，仰慕已久，今日一见。哼，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！仰慕我们司长的人多了去了，区魏家算什么东西？呸！老公，他们说话也太难听了。咱们魏家怎么说也是一世首富，他竟然连半分颜面都不给你。好了，我们是来求江先生原谅的。像他这种人，省城四大家族见了都得低头，更何况是我们的。走吧。等魏家求到江先生原谅，也能如日中天。谁向谁低头还说不定，走着瞧。开个这么破旧的古玩店，难怪张口闭口就要钱。江先生，昨天是我们魏家冒犯了您，今日我们特意前来向你赔罪。这是49件紫檀珠和龙凤珠，盼望您能不计前嫌，收下欠礼，出手救我魏氏一族。请江先生收下欠礼，出手相救。我早就提醒过，江毅然将再无后悔的可能。如今木已成舟，因果已定，再来求我，未免为时过晚。当时你眼睛蒙着黑缎，张口就要上亿的东西，也不说清楚原因，我这才误以为你是上门行骗的瞎子，这也不能全都怪我。我未曾说清，你倒是会为自己开脱。若非我以自身为媒，闭目百日，答应魏万军。放肆！你也配直呼老家主的名字？价值100万的紫檀珠，你要49件？若要给魏氏一族改命，缺一不可。闭目蒙眼，是替你们魏家改命的代价。点名要49件紫檀珠、龙凤白蜡，则是因为你们魏氏一族共有49人，这些皆是替你们求天赐命的必需品。这些东西真的是用来给魏家改命的，不是你想要。如今救命之物被你们拿来给我当做道歉礼，当真以为我缺这些身外之物？桌上那放砚台是？这是周朝女帝御用的青龙灵纹砚台。什么？青龙灵纹砚台？这要是放在博物馆，都能当镇馆之宝了呀！对呀。这是明朝的红云仙鹤笔，云朝长公主的陪嫁花瓶，夏朝国师的五彩绘竹盆，你用来当净手盆；商朝一部千金的刘景亮，你用来擦桌子。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稀世珍宝？手指贴人，自视高贵，魏家有你，
难怪会败落至此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刚刚他就是句挥手夫人叫，难道这就是老太爷给魏家请的贵人吗？我们魏家到底做了什么？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魏家，我大错特错。江先生，江先生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没有认出你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您大发慈悲，救救魏家。江先生，短短1日，我魏家已经濒临绝境。看在老太爷和您旧时一场的份上，原谅我们无知，救贵家于水火。求江先生救魏家于水火。自我燃香的那一刻起，魏家的生死便与我无关。带着你们的东西离开吧。不能离开，江先生，只要您答应出手救魏家，我就同意将魏家一成的。不，2成，5成，5成的资产赠送给您。契书不在我手上，若不信，去问你的长女便是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江先生有爷爷的契书，不信你看。我知道了，佳怡，老太太，快来。江先生，既然您看不上身外之物，那我就做主，将我的女儿佳怡许配给您。不是许配，是让她留在您的身边，当您的助理或仆人伺候您。佳怡，快跪下认江先生，快！你说什么？你要让佳怡为奴为婢？你疯了！我没疯，只要营救魏氏一族，牺牲佳怡一个，也算值了。佳怡，你会理解妈妈的，对不对？如果牺牲我，可以换魏家无灾无难，重回长生，那也是值得的。爸，只要能救家，我答应。魏氏家营，更愿认江先生为主，求江先生庇护魏家。认我为主？是。想做我的奴仆，你还不够资格。连给他当婢女的资格都没有，怎么会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那江先生想要什么？只要您说，我们魏家不惜一切都会。我还是那句忠告：魏家若想留下血脉，便以其之名捐尽家财，否则魏家满门将无一生还。各位，回吧。江先生，
江先生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吧，江先生。难道我们魏家真的要诞生在我的手里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都因为他！要不是他目中无人得罪江先生，我们怎会落得如此绝境？刚刚江先生说了，谁想活命，就以谁的名义把全部家产捐赠出去。家主，我怎么也算是你的亲侄子，这个活命的名额，留给我不过分吧？啊！你胡说什么？现在是我魏家共同渡过难关的时候，为什么留给你？这是家主的侄子又怎么样？我还是家主的三弟呢。论血缘，论资历，老子比你有资格。阁下，魏家缺的是优秀的后代，我儿子是年轻一代最优秀的人才，就算要给，也要给我儿子。就是，活命的名额是我的，全家产只能记我的名字。别放弃，给我！别打了！好儿一个钱。怎么变成这样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！现在是魏家共度难关的时候，别打了！爸！来人救我！夫人，杨医生，魏氏先祖永世不得安宁，魏氏一族必死无疑。我魏家就是这样的结果吗？家主，我对不起，爸的主错，对不起，先祖啊！老孙，跟那边。这堂堂青氏首富，没想到不出1天时间，竟到了这般境地，这真是……这魏家怕是要从青氏出名了呀！请江先生出手，就这一次机会，真的要把这个机会让给老婆吗？我也不想啊，但是请江先生出手，闭门100日不出，还要捐出万贯家产，家父已经80多了，我这……请江先生出手代价太大了，我们先让王家试试，如果咱们3家能承受得起后果，到时候再谈嘛。王老，请。老王，机会我们3家让给你了，你去。但愿我这个决定不会出错。那不是千金难求的岭南金叶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呀？老李，你看，岭南金叶，这不是我上个月送给那位大人物的见面礼吗？这岭南金叶可是我费尽心力从生活上的求来的呀。
这总共就半斤，价值不可估量。这不应该在秦司长手里才对呀。莫非江先生真是那位？这不可能吧？若是江先生真结识了那位人物，那我让给王家这次机会，岂不是个错误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那等级别的人物，怎么可能会吸引这些玄学？这可能是巧合。江先生，我们4家已经商量好了，这个机会给我王家，只要能请您出手为我的3个儿子改命，我王家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接受，哪怕是散尽家财。对，就算捐掉王家所有资产也不后悔。若家财散尽，你那3个后人仍救不回来吗？散尽家产也救不了人，那岂不是满盘皆输？看来江先生你没什么把握呀。哎，老孙，看看咱们这个机会给老王是对的。若是真的救不回来，那也是我王家的命数，我断不会怨江先生半分，还望江先生为我儿改命。既如，那王家便静候我登门吧。王家新城，又凑巧是我闭目满100日之时来寻我，也算有缘。半年前，我应魏老太爷之跪求，凡相敬天地，以自身为媒介，闭目100日，为魏氏全族改命。可惜魏氏一族愚蠢无知，错失良机。既然魏氏一族没有这个福气，那赐给王家也罢，总不能白白浪费我这100日的精力。人都到齐了吗？小袁说他在外面有个同学聚会，暂时回不来。自从老大双目失明瘫痪在床，他这聚会就没有停过。早就说了，他这个眼皮子钱就不该同意老大娶她。行了，今天把各位叫来，是有一件事情要宣布。这2天会有一位姓江的先生登门前来王家，救治那3个逆子。老公，真的有人能治好咱们家儿子吗？江先生手眼通天，有替一族改命的能耐。轻视魏家有眼无珠，错把江先生当成骗子，将其逼走。江先生离开后，魏氏族人便接连意外身亡，魏家濒临绝境啊！这江先生真有如此本事？为了防止出现有眼无珠的蠢货，我今天把话挑明了。江先生是我王家的贵客，若有人敢对江先生不敬，我王鹤鸣绝不轻饶。是。这江先生究竟是什么人，竟能让百年世家一夜之间破产倒台？家主，门口有位姓江的先生说要见你。所有人随我一起去迎接江先生入府。家主口中的江先生竟然如此年轻，皇家已恭候江先生多时，茶一备好，
请江先生入府。请江先生入府。100年的岭南金叶，倒是有心了。昨天在您桌上看到的这款茶，便猜测您喜欢。晚上我连夜派人去了趟岭南，求好友借了2两给我。江先生，听说您有逆天改命的本事，我就是想问问您，什么时候能够出手救一下我那3个儿子？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退！你们的儿子，我自会相救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王家的产业都清点好了吗？哦，都清点好了。产业倒是不少。鲁省的这几家私人会所，每年占据王家盈利几成？1成左右。他眼睛不是瞎了吗？怎么感觉像是看得见一样？这2家影视公司每年占据王家盈利几成？大概2成。1日后，淮省地区会有一难，把这些都捐了吧。你说什么？把这些产业都捐了？家主，这可是将来王家30%的营收产业，算是王氏集团的核心资产。江先生，还请您慎言。老公，怎么好端端的要捐出这么多家产啊？江先生说什么，那便是什么。统治下去，王氏集团旗下的7家私人会所以及2家影视公司，全数捐赠出去。家主，不能捐了。这江先生进门还不到半小时，就让王家捐出3成资产，这会动摇家族根基的呀！我们不同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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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没资格不同意！当年王家败落，负债累累，是我通宵写策划、拉投资，四处奔波，才让公司起死回生。是我用一己之力，让王家成为省城顶流。我既然是王家的掌权者，那王家就应该听我的。这3成家产必须得捐，谁要是不同意，就给我滚出王家。更何况，我这样做是为了救那3个瘫痪在床的逆子。只要能救我们的儿子，这捐出去的3成家产，就当是给他们祈福了。江先生，捐赠的事宜都已经安排下去了，您看您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。听闻王家收藏了一幅王羲行亲笔的书法，平日里无趣，便赠与我把玩吧。王羲行的亲笔书法，估价数亿啊！你要用来把玩？家主，那可是王家的传家宝啊，你断不能答应。不过是一幅字体，只要江先生喜欢，我愿意更改。去我的保险柜，把那幅字帖拿过来赠与江先生。江先生，您还有什么需求？还听闻王家收藏了一张金丝楠木床，可养神聚气，今日无眠，便赠与我睡几晚。你金丝楠木床，那可是王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抬过来给你睡觉，你怎么说得出口的？家主，他上一秒才要了书帖，现在又要金丝床，下一秒是不是要把这个王家都给了？
不管江先生要什么，便有他的道理。通知王氏保管，把金丝楠木床抬过来，赠与江先生。疯了，家主，那可是镇馆之宝啊！你是这不是姓江的？是，我马上去。江先生，金丝楠木床马上就到，您还有什么要求？今日就到这里吧。静修的书房在何处？带路吧。啊，好，一请。哎，翟哥，金丝楠木床送上去了吧？那位江先生有没有说什么？说了，他说让王家再给他弄一床手工苏绣的蚕丝被，简直是得寸进尺。再这样下去，干脆把整个王家送他算了。真不知道家主是怎么想的。那姓江的刚进门，张嘴就是要书帖，还有金丝楠木床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关键是王家的产业，就凭他一句话就给捐掉了3成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捐掉了3成家产？大嫂，你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我说一遍。什么叫捐掉了3成家产？就因为一个神棍瞎子的话，爸不仅将字帖和金丝楠木的床送给了他，还不顾主人的反对，捐掉了咱们王家3成产业。疯了，都疯了！我现在就去找爸。去吧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爸，我听族人说你请了个祖宗回来，他张口就要王熙行的字帖把玩，闭口就要金丝楠木的床睡觉，还捐了我们王家3成的财产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爸，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啊？你是在质问我吗？爸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些产业是咱们王家的核心财产，万一我以后怀孕了，生了男孩，也可以留给你长孙的嘛。自从老大瘫痪在床后，别说你关心照顾，就连你的影子都没见到过。你现在还敢插手我的决定？你真当我不清楚你嫁进我王家的意图吗？我是怕你被那瞎眼神棍给骗了。嘴上给我放尊重点，那是我王家的贵客，你再敢指手画脚，就给我滚出王家！啊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滚！老不死的，都活60、70了，还攥着那些财产不放手，呸！等你3个儿子都死了，王家绝后，那些财产得分我1半。这姓江的神棍不是个瞎子吗？瞎子竟然也会写字，他该不会是装瞎冒充能人来跟我抢家产的吧？你现在进去，然后再走。对不起，江先生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刚刚没有烫到您吧？我先扶您坐下，然后就去收拾瓷片。坐就不必了，把这椅子换了吧。
顺便告诉你们家主，把你也换了。他是不是都避开了？他是不是没瞎？果然被我猜到，哼，他就是个骗子，骗到我王家头上，看我怎么拆穿他。蒋先生，这是我刚从拍卖会上买的奇木沉香。上次您说夜晚无眠，这沉香正好可以助眠安神。倒是有心了。上次让你捐赠的资产都捐赠了吗？已经全数捐给了海省山区。少了，北郊开发的旅游项目跟南区的房地产，占王家几成资产？大概30%。把这些也捐了吧。是，我这就吩咐下去。等都捐了之后，我便可以出手救你那3个后人了。现在已经可以了吗？我带了3个逆子，谢过蒋先生。去吧。查的怎么样了？老王那边什么情况？哦，昨天上午，江先生登门后，老王连夜捐出了3成资产，是的，然后又将王熙行字帖、金丝楠木床赠给了江先生。什么？那字帖是王氏一族的传家宝。平时我进来看一眼，他都要推三阻四，没想到老王竟然……唉，那个金丝楠木床可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！老王竟然也送给了江先生，真是下了血本啊！啊，对了，这3个儿子怎么样了？救醒了没有？哦，这迄今为止，江先生还未出走救过人呢。啊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都没有等到江先生出手啊！那看来我们3家的决定是对的。老王他糊涂呀！可我这总感觉哪里不对。哪儿不对？江先生有逆天改命之能，求他出手，不应该以全族落魄为代价呀。对呀。哎，老孙，打个电话问。好。老王啊，听说你捐了3成家产，那结果怎么样啊？已经6成了。这，你说什么？6成？这，刚刚江先生跟我说，只需要再捐掉3成产业，就可以出手救我那3个儿子了。那你真的同意捐了？老王，这可是6成，一旦捐出去，王家现金流将立刻断裂，这谁是可能会倒闭破产？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我就这么3个儿子，若是他们都死了，我就绝后了。用6成资产换取江先生出手相救，不亏。可这万一江先生能耐有限，救不了人，那岂不是？那也是我王家的命数。再说了，我相信江先生。还好把这次机会让给了老王，这王家终究是败落了。今天把你们叫来是要宣布一件事，我决定将王家的旅游项目和房地产全数捐给
贫困山区。这2个项目是王家的重中之重啊，这怎么能捐？家主，前天不是才捐了30%的资产吗？今天怎么又要捐30%？这跟直接宣布王氏集团破产有什么区别啊？爸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才是王家的掌传人，这不是在跟你们商议，而是统治。简总事宜，马上去办。是。不行，不准去，我不同意。王家的财产也有我的一份，凭什么因为这次骗子的票错就丢掉我们的财产？怎么回事？我的手好痛。江先生是王家的贵客，容不得你在这放肆。什么贵客？他就是个庄家的骗子！你老眼昏花，识人不清。可是我昨天看得清清楚楚，反正那个姓江的，他根本就没瞎。他处心积虑的装瞎，就是为了骗我王家的财产。骗财产？少辉，他当真没瞎？千真万确。我昨天路过书房的时候，亲眼看见他在书房里练字，所以我就找了个女佣去试探他一下，在他椅子上撒了把钉子。把这椅子换了吧。他下一秒就说要换把椅子，还要求爸把伺候他的女佣也换了，所以他根本就没瞎。我看最后捐的所有的财产都会落他自己的口袋里。看来方才对你的警告还不够，出言不逊，掌嘴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突然冲过去打大嫂？难道是他？哎，大嫂，家主，少芬说的也没有错，您未免也太听江先生的话吧？我们作为一家人，是不会阻止你救3位少爷的。但如果他是骗子，我们王家岂不是要被骗得一干二净啊？是啊，家主三思啊！王家的确是您一手扶持起来的，我们作为族人，可以同意再捐30%的产业，但前提是，他不是庄家的骗子。没错，除非他证明自己不是庄家，证明他不是个骗子。对，证明他不是骗子。对，不能是。反正反了，你们这是要……所以，各位是要如何？有爸在，我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。你把你蒙眼的黑缎子摘了，你是真瞎还是装瞎？我们一看便知。不错，把黑缎子摘了，一看便知。对，一看便知了。摘这条黑缎，你倒是有胆。我见过求我救命的，倒是头回见求死。求死？你该不会想说把你这黑缎子摘了，我们就都得死吧？这条黑缎是我强行替魏家改命所需承担的代价。黑缎一旦摘下，逆天而为的厄运将会转移到摘者身上。你确定有这个命替我承担后果吗？什么代价？什么后果？我可不是被吓大。说了这么多，你不过是怕我把你这黑缎子摘了，暴露你这骗子的身份。今天我就偏要看看你这骗子身份被拆穿的下场。我就偏要看看
你这骗子身份被拆穿的下场。住手！啊！爸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这黑段子拆了？你到现在还护这个骗子？你给我住口！蠢货！江先生不是你能得罪的。家主，少夫人只不过想把黑缎子摘下来看看，他到底是真瞎还是假装罢了，怎么就上升到得罪了呢？更何况，一听改变的代价，这种说辞，我可不信。对，我也信。都给我闭嘴！江先生不是骗子。今天你们谁敢摘下江先生的黑缎，就给我滚出王家！那就滚！我也忍你很久了。如果证实他是骗子，那你也同样让出家主之位，净身出户。对，如果证明他是骗子，爸，你就让出家主之位。哎，不行，表哥，家主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，我们还是不要这。王家的产业都他妈要被他给捐完了，还跟我扯什么道理？今天这个黑缎子必须得摘，谁也都别想拦。少夫人，你快去把那黑缎子给摘了。疯了！大嫂，既然家主说不要摘，就听他的吧。这万一是真的呢？什么万一？不过是一条破段子而已，还恶果，还反噬，忽悠谁呢？放手！动手！既然他一心求死，便成全他吧。还求死？等我拆穿你的真面目，你就跟这个老不死的一起被王家砍断双腿，扫地出门吧！姓江的，你这破袋子我已经摘了，你替魏家承受的反噬转移呢？我怎么还活得好好的？反倒是你，把眼睛给我睁开，让我们看看你是真瞎还是装瞎！各位叔叔伯伯，你们都看到，他这双眼睛根本就没瞎，他就是个骗子。来人，把这个骗子给我！显灵了，江先生说的话显灵了。黑缎一摘，因果转移，你将得到逆天而为的后果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显灵？不就是变个天，巧合而已。这蠢货，自己找死，不要脸的王家！你个老不死的，你现在还敢打我？黑缎我已经摘了，我已经证明了这个姓江的就是个装瞎的骗子。你现在已经不是王家家主了，你马上就要被扫地出门了，跟这个骗子一起要饭去吧。各位，现在我已经证实了这个姓江的就是个骗子，所以我宣布赌约生效。只要王鹤鸣在这合同上签字，剩下所有王家的家产就都是我们的。家主，签字吧。是啊，家主，签了他。你这样做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我好怕呀！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
明明就是这个庄家的神棍吓唬人的。小飞。这就是江先生说的恶果，黑大一针将承受逆天而为的恶果。他把咱们两个都被烧成灰了。自作孽不可活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早就提醒过你，江先生有逆天而为的能耐，可你们偏不信我，偏要自寻死路。我的这个下场，也是你们活该。现在还有谁不服江先生的，都给我站出来！教主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都听您的，也捐款，对，把剩下的3成资产全部捐给贫困山区。款我自然会捐，但是你们，教主，不出王家，从此出门。教主，你不能把我赶出王家呀！教主，我求求你，教主，教主，我们做这些可都是为了王家好啊！为了王家，对。这江先生一来我王家，一不看病，二不救人，他张嘴就要我们捐掉6成家产。家主，那可是6成啊！我们懒得你有什么错？家主，您不能为了穷一儿子，让我们整个族人受到连累，让我们破产和西北风啊！是啊，家主。家主，有一位姓秦的先生要登门拜访。姓秦？难道是不久前刚登上高位的那位秦大人？秦大人？莫非是那位刚上任不久的秦司长？这等级别的大人物，怎么会屈尊来王家？江先生，您再次稍坐。对方身份尊贵，我恐怕要亲自去。秦大人，不知您登门来访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呀。王家主不必客气，我不过是来给你送份荣誉。荣誉？昨天海省地区发生严重地震，多亏王家捐赠数亿资产，才让伤亡降至最低。这是我特意向上面为王家申请的荣誉，王家主恭喜了。江先生，这荣誉我受着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多谢秦大人。江先生，秦大人他怎么会？家主找来的这个江先生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受得起秦大人这一礼？不必多礼，东省那边准备何时去啊？不出意外，下午就出发。请问江先生，还有何忠告？天黑向西，日出向东，是为生机。遇到危险，天黑向西走，天亮向东走。谢江先生指点。去吧。海省最近空出了一个免税出口的企业名额，王家如果有这个魄力，就去海省商业协会报我的名字，领了这个名。不必送了，好好伺候江先生。免税名额，我不出家做梦吧？有了这个名额，
别说是捐掉60%家产了，就算是捐的1分不剩，也有的是世家要跟我们投资合作的。我王家要一飞冲天了。就算我们王家得到了秦大人的青睐，得道升天，也跟你们无关了。没听见家主说吗？把他们几个轰出王家，族谱除名。来人，来人！家主，家主，我错了，你不能保住王家呀！家主，我错了，家主。代价已付，因果已消。走吧，去看看你那3个后人。蒋先生，这就是我的3个逆子，他们刚回来那会儿，还只是双目失明，下半身瘫痪。可就在1个半月之后，突然就昏迷不醒，意识全无，每天只能靠营养液来续命。蒋先生，我们之前也请了不少医师过来看，他们都无能为力。我这3个儿子还有救吗？不难，去书房将我写的3张字帖取来。哦。这儿。蒋先生，您的字帖。这都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老公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收手的呀！没关系，蒋先生会解决的。焚香敬天，死节退散。我的天哪！我是在做梦吗？哦，这是真的哎！是什么？蒋先生，好了，劫难已除，你的3位后人已经没事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妈，我终于醒了！我能看见了，妈，我能看见了。太好了！我也能看见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昏迷的这段时间，可把我们给急死了。哭什么哭？儿子，快起来，随我出来。这位就是江先生，是他救了你们的命，赶紧跪下，给江先生磕头道谢。啊，你老糊涂了吧？就他，我感觉他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呀，他估计还没毕业呢，他怎么可能救我们呢？你要知道，江先生是世外高人，你们3个孽障将那穆同香带回来，差点被阎王收走，还不赶紧跪谢江先生的恩情！王氏后人跪谢江先生救命之恩。起来吧。我靠！这怎么凭空就出现了？爸，你看，江先生这……你们没看错，这就是凭空出现的。我的天，他该不会就是小说中的修仙大佬吧？这3枚开元通宝，记得随身佩戴，7期49日之后才可摘下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感谢江先生赐宝。开元通宝，这一听就是高逼格无敌仙器，我可得好好保管。昨天海省发生了严重地震，为了拉高经济，
出台了一个企业免税名额。如果咱3家联手把这个名额拿下，那咱们从此就可以平步青云、飞黄腾达呀！哎，老李，秦大人那边有消息了没有？没有呀。那要不再催催他？我就是个小岛商人，若不是上次偶然得到岭南经验去拜访秦家，我怕这烂味耽误的面，这见不到呀！这可怎么办呀？海省总共就1个免税名额，如果被其他人抢了去，咱们就错失了天大的机遇呀！朱毅的电话，是吧？嘘。喂，周色柱，你好，你好，上次申请那个名额有消息了吗？通知下来了，这个名额上面内定给了王家王鹤鸣。什么？我还有事啊，就先挂了。那名额怎么会给王家？哎，走！电话里边说的什么？什么名额给了王家？周特助刚说海城企业免税名额给了王家王鹤鸣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啊？王家已经捐赠了60%产业，现金流断裂，他连竞争的资格都没有了呀！还有说是上面内定的，内定。王家人脉不多呀，怎么会突然内定呢？不行，我打个电话问问老王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老王，我们得到消息说海省的那个免税名额被你们王家拿下了，这个消息确有此事？确实有这么回事。今天上午秦大人亲自来王家了一趟，说是上次捐赠的3成产业及时挽救了海省的地震伤亡，所以给王家送了份荣誉过来。那这个免税名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这还多亏了江先生。当时所以说，这江先生不仅治好了你3个儿子的病，还把这免税名额也给了你王家。是啊，江先生果真是通天神人呐！就知道这江先生既有逆天改命之能，又怎么能会让王家真的是败落破产呢？错了，选错了，我们真是错失良机呀！如果我没有把江先生出手机会让给王家，岂不得道成天的？这是我李家呀！哎呀，糊涂呀！王家的3个儿子恢复如初，还得到了这个免税名额，他就可以飞黄腾达了呀！我就不该把这个机会让给老王。不行，我要去王家再求江先生出手。老孙，上来不是还说吗？老父亲年事已高了，黄土都埋脖子了，你救回来还能活几天？你倒不如叫我去求先生取手。快放手！你放手！快放手啊！什么黄土埋到脖子了？我父亲老当益壮，救活了至少还能活20年。老孙，你20年也不算久，你还是可怜可怜我的孙女吧。我孙女要是救活了，至少能再活80年。老李，别跟他废话，扔出去！我的腰！走，走，走！哎呀！你们2个老东西，停车！给我停车！没上车的！江先生，力道如何？大哥和兄弟太不要脸了，以前说好的兄友提供，现在连我给江先生捶腿的机会都不给，不行，我可不能落后。江先生，我来给您送礼。爸，让我来。爸，您这把年纪就别在江先生面前碍眼了，伺候江先生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了。江先生，请用茶。
你们这是……爸，我们的事你别管。爸，以前是我们不懂事儿，现在儿子明白了，像江县这样手眼通天的天人，我们就该多多靠近，贴身伺候，才能明白人生真理。二弟说的对。江先生，家主孙家、周家、李家3位掌权人已经在门口，想要登门拜访江先生。什么？他们在外堂找了。